战浩宇的来电给了乔涵一个可以停下来休息一下的借口，他小声地对监督着他走出。大家闺秀不乏的母亲说道：“妈，是浩宇的电话。”乔太太嗯了一声，乔涵呢便大步地走到了沙发前坐下来。他这样的步伐又让乔太太蹙眉，一脸无奈地跟着走过来。习惯了男儿打扮的乔涵换上女装，穿上高跟鞋，不是说他无法走路，是无法按照母亲说的，要走出大家闺秀的优雅步伐。他穿着高跟鞋走路都是健步如飞的，走着走着还会歪上2下，一副就要扭到脚跟的样子。反正乔太太对于女儿穿着高跟鞋走路的样子是非常不满意的。乔涵在沙发上坐下来后，立即脱掉了那双高跟鞋。他老妈也不看看他的情况，第一次穿高跟鞋就给他买了一双恨天高，要求他穿恨天高练习走路。虽说出席宴会让他穿的高跟鞋不是恨天高，乔涵内心还是不满的。但是母亲大人说了，由难入易啊，那这样他在宴会上就能轻易地驾驭脚下那双高跟鞋。浩宇，乔涵温柔地叫了战浩宇一声，他从来没有像此刻这般盼着战浩宇的来电，也从来没有用这般温柔的口吻叫着战浩宇的名字。他性格偏冷，就算爱上了战浩宇，给他的温柔也不多，更没有像其他女人那般撒过娇。偶尔他和战浩宇说话时带点笑意，战浩宇都能乐上好几天。我下午是没有回公司，给自己放了半天假，在老家里休息。乔涵的温柔都用到了叫战浩宇的名字上了，在开口时口吻又正常化。你没事吧？战浩宇关心地问道，是不是不舒服？他是个工作狂，跟他未结婚之前的大哥一样，很少会在工作日休息的，就算是周末他的在家里休息，其实也是在处理公事，也就是被他缠上后，他的周末才有点时间休息一下。有时候他还要出去和那些老总们打球、骑马、出海、飙车。不过能让乔涵亲自陪同的老总真没有几个，所以这种情况很少。没有呀，乔涵答道，我身体好得很，没有不舒服。那是家里有什么事吗？啊，你怎么会在工作日休息半天的？是累坏了吧？都说了，叫你不要那么累，有些事情就交给乔轩去办。他只比你小上10分钟而已，不要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揽，那样你得累死。战浩宇是很心疼他家乔涵的，未来岳父虽说挂着董事长的身份，其实公司里的大小事情很少管的了，都是交给乔涵姐弟俩。乔涵挑了大头，乔轩轻松很多。从乔轩经常有时间带着一班红颜知己到处吃吃喝喝，各种聚会玩乐就可以看得出来，乔轩过得比姐姐轻松了不止1倍。乔氏集团那么大，当家总裁有多累，战浩宇知道的，所以他特别心疼乔涵，对未来的小舅子就有诸多的不满。我没事，你现在来我老家接我吧，来了你就知道我为什么休假半天了。战浩宇嗯着，我现在就去接你，路上开车小心点。放心吧，我都是老司机了。你准备好，我去接上你就可以陪你出席宴会了。乔涵嗯了一声，那我在家里等你。好，等会儿见。乔涵说他去了就知道他为什么休假半天。战浩宇便没有在电话里问下去，先赶去乔家老宅再说啊。结束了和战浩宇的通话后呢，乔涵本想放下手机，看到坐在对面的母亲大人，他又缩回了手，装着给战浩宇发信息的样子。别装了。乔太太起身走过来，伸手就拿走了他的手机，随手放在茶几上。妈，我的手机不能离身，公司里有什么事要找我的。乔涵想拿回手机当挡箭牌。乔太太说道，你不是将公司里的事都交给了乔轩吗？就让他处理，反正他今晚不用出席宴会，他并不比你小多少。
就是小了那么10分钟。但他是个男孩子，理应由他挑重担的。重男轻女吗？当然要男的挑重担。乔涵笑道：妈，你扯上重男轻女做什么？那是老封建的思想呀，在别人那里是老封建思想，在我们家的解释就是男的挑重担，女儿轻松一点，这就是我们家的重男轻女。乔太太就在女儿身边坐下，乔涵不欲与母亲辩，应着是，我妈最漂亮，说什么都是对的。乔太太瞪着他，妈，我又怎么了？一下午你瞪我的时候比过去20几年，加起来的都要多了。坐姿，乔太太拍了一下女儿的大腿，淑女坐姿，你不要像个大老爷们似的。你现在是个千金小姐，名门闺秀，不是乔家大少爷，不是乔氏的大总裁。还有，不要一坐下来就脱掉高跟鞋。你看到哪个大家闺秀一坐下就脱掉高跟鞋的？乔涵，我平时穿皮鞋的时候，我坐下来就从来不脱鞋的。妈，这对恨天高不好驾驭啊，我走了那么久，脚都痛了，不脱掉它。让我的脚缓一缓吧，晚上我怕我都走不了路。要不我还是穿皮鞋吧，就他实在是不喜欢穿高跟鞋。乔太太说你看到哪位千金小姐出席宴会的时候穿着皮鞋的？你要是穿西装，穿皮鞋就皮鞋了。你说你要穿女孩子的晚礼服，晚礼服也给你买回来了，你不配双高跟鞋哪能行？乔涵垮着脸，那我还是继续当我的乔家大少爷吧。这乔家小姐不好当呀，晚礼服也不好穿，穿上去走路都走不快，裙摆束缚着我的脚步，让我无法大步流星，健步如飞。他就很想一巴掌呼过去的，就最终还是忍住了。换成乔轩的话，他绝对一巴掌呼了过去。以后我和浩宇单独相处的时候，再换上女装吧，我在他面前穿女装，他不会要求我一定要穿高跟鞋。他说我觉得怎么样穿舒服就怎么样穿，他说的，他能包容我的一切。他说的，反正我和他已经成了全成人的话题，也不用在乎制造更多的话题啊。好一会儿，乔太太说道，算了，妈也管不了你，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妈还想多活几年呢。妈，我是个孝顺的孩子呀。乔太太，妈又没有说你不孝顺，但是在你恢复女人身份这件事，妈要是再管你，是真的会被你气死。为了让你还有妈，为了妈还能多活几年，看到你嫁人生娃，妈决定不管你了。你想以女人的身份也行，男人的身份也行，反正你们都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妈管那么多干什么？女大不由娘，你早就由不得妈的了。说完，乔太太起身就往外走。妈，你去哪里啊？妈出去透透气，散散心吧，跟你爸唠叨几句。乔董在屋外浇花。乔涵哦了一声，那你出去跟我爸唠叨几句吧，唠叨过后你就会觉得还是我最好。乔太太又气又好笑的直接出了主屋。那在浇花的乔董看到他出来，问道，阿涵练习好了？别提了，现在才想调教过来，难了，他那些习惯都20几年了，短短一个下午的时间就让他撇下20几年的习惯，变成一个大家闺秀，那是不可能的。乔董笑道，想也想得到啊，会是这个结果。他继续浇花，算了吧，就只要孩子们开心，管他是以什么身份活着。谁都知道乔涵是他的长子，乔涵忽然变成个女人，怕是会轰动江城吧。想想会遭到电话轰炸的场景，乔董都有点想提前关机呢。他说穿完礼服，但是不穿高跟鞋，穿皮鞋，早知道当初就不要由着他胡闹。这一胡闹就是20几年来，好好一个闺女变成了个儿子，没有早知道的。他爱怎么穿就怎么穿，别人指指点点的对象是他，又不是咱们。乔董看得开，因为他早就放弃了让女儿成为大家闺秀的梦。
从小当成男儿来养，长大后依旧女扮男装，扮了20几年都没有人看出来，可见女儿扮男人扮得多成功。短短半天时间，就想让女儿变成一个大家闺秀，当神仙变身呀，那么容易。就算有人说给咱们听，咱们又不是没有听过关于阿涵的非议。在浩宇刚追求她的时候，多少人跑到我们夫妻俩面前说了，当时你说的不用管别人说什么，嘴巴是长在别人身上的，人家要说什么我们又无法阻止，只要孩子开心，管他呢。听了丈夫的话，乔太太再次叹口气，也只能这样了，不管他，反正他快30岁的人了，有自己的想法，又是个独立惯的人，随他吧。大不了这2天关掉手机，免得被亲朋戚友轮番轰炸。就乔太太放弃了训练女儿，成为大家闺秀的想法后，心情好转，便和丈夫一起在打理着前院的那些花花草草。就直到战浩宇来了，战浩宇每次来乔家老宅都不会空着手来，这一次依旧是大包小包的下车，还不忘抱着那束鲜艳夺目的玫瑰花束。乔叔阿姨，人还没有下车呢，先笑眯眯的问好，然后才大包小包的走向乔董夫妻俩。夫妻俩扭头看到战浩宇，乔太太连忙上前去，边从战浩宇手里拿过东西边说，他浩宇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来就来，不要再买这么多的东西过来，家里什么都有，也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阿姨，阿涵在家吧？停车的时候，其实他看到了乔涵平时常坐的那辆迈巴赫了，在屋里呢，你进去找他吧。乔太太本来想帮忙拿东西进去的，想了想后，又将东西塞回战浩宇的手里，说道，我帮你乔叔浇完花再进去。眼看这天都要黑了，你自己进去吧，反正战浩宇经常来，就早就将乔家当成了他第2个家，熟的不能再熟了。战浩宇独自进屋，一进屋他就看到了一个女人坐在沙发上，拿着手机在发信息。那个女人像极了他的乔涵，简直就是一模一样。如果乔涵穿上女装，戴上假的长发，就是那样子。乔涵本来不想戴假长发的，在听到战浩宇说话的声音后，他才戴上的，想看看战浩宇是什么反应。他在战浩宇面前穿过女装，当时他还认为那是他唯一的一次在战浩宇面前穿女装的，结果他现在又穿女装了。例破了一次，那就会一而再再而三的破例的了。不对啊，那是他的阿涵呀。战浩宇咧嘴边笑，他走过来，先放下了手上的大包小包，然后就将那束花递到了乔涵的面前去，笑眯眯的道，美女，这束花送给你。乔涵视线被花束挡住，没有再盯着手机看，他将手机放在茶几上，抬头看战浩宇，对上他笑眯眯的脸，他也笑，还想着给你个惊喜，看你的样子似乎不惊呢。你为我穿过一次女装，我记住了你换上女装那高贵冷艳的样子，永生难忘。战浩宇等他接过花束后，往后退了几步，认真地审视着他，笑问，你说你准备好了就这样出门？他此刻穿着礼服，戴着假长发，还有一双高跟鞋放在这里，他这是要以女人的身份出席今晚的宴会吗？他是他的男友，陪着他出席宴会，想明白了他的决定代表着什么。战浩宇笑容更甚，忍不住上刺，快速地拿走花束，随手放在茶几上，然后拉起乔涵就搂抱住他的腰肢，抱着他高兴地转了2圈。乔涵，这是你给我的惊喜，真的是惊喜，我太意外，也太高兴了。阿涵，阿涵，我爱死你了。他说完停止了转圈圈，然后低头就堵住了乔涵的嘴。乔涵很快就推开了他，向来严肃的俊脸上呢染上了几分红云，就提醒他，我爸妈随时都会进来，
管家他们也是。战浩宇笑着进来就进来呗，看到也不怕，咱们是恋人。江城谁人不知，哪个不想？他们是江城最出名的一对恋人。同性恋人吧，当然那是别人认为的同性恋人，事实上两个人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今晚呢，乔涵以女人的身份出席宴会，保证吓傻所有人。乔涵，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战浩宇嘻嘻的笑，我是不要脸的了，要脸也追不到老婆，跟我大哥学的。事实上我大哥都没有追过老婆，但他就是说要厚脸皮。我大哥以前很爱面子的，有了我大嫂后，渐渐的也不要脸了。兄嫂刚结婚那阵子，经常闹矛盾，冷战的。战浩宇知道，只是不敢过多打听而已。这有时候兄嫂冷战的厉害，还要奶奶出面呢。乔涵忍俊不住，扑哧的笑。战总听到你说他不要脸，你怕是没有好果子吃啊。据他所知，战家的那几个少爷对战印这个长兄特别的敬重，也怕。战印在外人面前还是那副冷漠高傲的样子，也就是在海童面前才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有那样一个长兄，哪怕是堂兄，由于战家不分家，一大家子住悠悠山庄，孩子们都是打小一起长大，手足情深，故而战印这个长兄有足够的权威，震慑着底下的那些堂弟们。我大哥又不在这里再说了，我说的都是实话。我大哥就是有了大嫂后才越来越不要脸的。哎，我们有样学样了。乔涵笑道，你自己不要脸就不要脸，还怪到别人头上。行了，咱们准备出门了。浩宇，我问你个问题，我穿着晚礼服，但不穿高跟鞋出席宴会，会不会被人笑话呀？如果我被人笑话，你会介意吗？战浩宇低头看了那双拖在那里的高跟鞋，笑道，我介意什么？我什么时候怕过别人笑话了？我向来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就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我要是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咱们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甜蜜。战浩宇要是在乎别人的看法，他当初就不会公开追求乔涵。毕竟乔涵在江城人的眼里是乔少，乔家的大少爷，他公开追求乔涵就是同性恋的表现。你穿不习惯高跟鞋就不要穿了，鞋子穿在自己的脚下舒不舒服，自己最清楚，穿得不舒服的鞋子换了便是，不必逼着自己继续穿着不适合的鞋子。说着，战浩宇去拿来了乔涵平时穿的皮鞋，放到了乔涵的脚下，笑着，换上皮鞋吧。你习惯穿皮鞋，穿得舒服就行，别人想笑就笑呗，管别人干嘛？就只要我们自己过得舒服就行。他又摸了摸乔涵穿着的晚礼服，我知道你不习惯穿女装的，虽然我很喜欢看着你穿女装，简直就是天仙下凡，那高贵冷艳的样子迷死我了。但是你若觉得不舒服、不习惯的话，也不用穿女装，别人知不知道你是女人无所谓，我知道就行。别人认为我是同性恋，我又不是真的同性恋，管他们说什么呢？你换回西装，继续以乔家大少爷的身份出席宴会，一切以你的舒服为主。乔涵看着他良久后说道，浩宇，我爱你是真的。战浩宇眉开眼笑的，我更爱你了，我爱死你了。他对他的感情绝对没有他对他的深，不过他肯说出他爱他的话，战浩宇还是很开心的。我爱你就不想让你再被人说你是同性恋。今晚我决定了，穿晚礼服高跟鞋吗？我确实穿不习惯穿着高跟鞋走路，练习了一下午，我还是走不出大家闺秀的步伐，我妈都被我气炸了。我也不想勉强自己了，决定不穿高跟鞋了。我也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我只在乎你的看法。既然你不介意我这样，那就怎么舒服怎么来吧。乔涵没有戴假长发，也没有换上高跟鞋，而是穿上了他习惯穿的皮鞋。他母亲给他挑的晚礼服裙摆很长，就他身材高挑，穿着这么长裙摆的晚礼服，
越发衬得他高挑，却也恰好地遮挡住了他脚下穿着皮鞋。如果他穿高跟鞋，鞋跟太高，反而容易被人看到他穿的什么鞋子。乔涵挽上了战浩宇的手臂，拿着手袋，手袋里塞着他的手机，然后对战浩宇说道：“浩宇，走吧，咱们出发。保镖团会跟随吗？”战浩宇问着他。乔涵笑了笑，那是自然的，否则怎么证明我就是乔涵？明明他就是乔涵，但由于他今晚以女人的身份出席宴会，大概很多人都不会相信他就是乔涵的。带着保镖团出现，通过保镖团的熟面孔，大家可能才会相信他就是乔涵。就2个人手挽着手走出了主屋，还在屋外装着浇花的乔董夫妻俩看到2个人出来，见到乔涵还是穿着自己挑的晚礼服，乔太太松了口气啊。但是见女儿那一头短的不能再短的短发，乔太太叹口气，小声嘀咕着那么多的假长发也不知道用上一顶，在瞄向女儿的脚下。虽说裙摆长了点，但是乔涵走路的时候仔细看还是能看到她穿的是什么鞋子的。看到女儿真的是穿上了皮鞋，就乔太太想说什么的呢，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反正是女儿出席宴会，女儿啊不怕别人笑话，她怕什么呀？未来女婿都不介意呢，她操那个心做什么？乔太太就便装着没有看到的样子，一声不吭。乔叔阿姨，我和阿涵先走了。战浩宇脸上笑容满满。乔涵今晚坚持穿着女装出席宴会，是不想他再被别人说是同性恋。哇，他是为了他终于等到了乔涵愿意为了他恢复女人的身份啊。那战浩宇能不开心吗？他笑咧了嘴，笑得见牙不见眼的。去吧，乔董温笑着说了句。那注视着2个人走过后，乔董对妻子说道：“看浩宇，笑得见牙不见眼的，最开心的莫过于他了。”乔太太说道：“阿涵为了他穿的女装，他能不开心吗？爱情的力量大呀。他们做父母的劝了闺女无数次，闺女都不听他们的劝。爱上战浩宇后，慢慢的就为了战浩宇改变。当然了，身为父母的，他们很乐意看到闺女为了战浩宇恢复女人的身份，以后2个人结婚，大家送上的是祝福，就不会再有各种指指点点了。”乔董哈哈的笑，随即掏出了手机，对妻子说道：“赶紧的，关机，免得手机被打爆。”乔太太笑道：“就算关机了，他们也能找上门来。咱们生的本来就是闺女，也不怕别人问。”说是这样说啊，乔太太还是掏出了手机关机了。不说今晚会出席宴会的江城上流社会有多震惊，就是乔涵的保镖团以及乔家的工人们，看到了穿女装的乔涵时，他们都看傻了眼。管家无数次欲言又止，保镖团从傻愣中回过神后，也是欲言又止的，最终却没有一个人敢说话的。不过从他们看战浩宇的眼神，很不满，可以猜到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无非是觉得战浩宇不仅带歪了他们的大少爷，竟然还让大少爷扮女人。战浩宇这个混蛋太欺负他们大少爷了。但见大少爷与战浩宇手挽着手，那般的亲热，和其他热恋中的恋人没什么两样，那保镖团才不敢说什么。大少爷已经被战浩宇扳得弯的不能再弯了，太可惜了呀！大少爷那么优秀的一个男人，竟然毁在了战家3少爷的手里，战浩宇害人不浅呀。战浩宇绅士般替乔涵拉开了车门，扶着乔涵上车。乔涵不用他扶的，他还是要扶。保镖团们看得这眼角直抽，真想揍战3少爷一顿呀。他们英气逼人的大少爷，被战3少害得成了个娘娘腔，男不男，女不女的。话说大少爷穿上女装，真的美得让人移不开眼睛，说倾城倾国都不夸张。大少爷性子冷漠，扮成女人则显得高贵冷艳。你们不用这样瞪着浩宇了，
也不用在心里就将浩宇揍一顿。乔涵坐上车后，忽然对他的保镖团们说话了：“我不是扮女人。”乔涵沉声说道：“而是我本来就是女人，我一直女扮男装而已。”哎，怎么可能？他们跟大少爷身边也有7、8年了，大少爷就是个男人，怎么可能是女人？是女人的话，他们跟了7、8年，哪能不知道？这大少爷的言行举止啊，行事作风呀，都是男性化呀。乔涵很想抬头挺胸的，只是他发育的不算好，可能与他一直女扮男装有关吧。就算他挺胸，也没有多大作用。他也放弃了过多解释，淡淡的道开车了。这保镖团们从错愕中回过神来，连忙各就各位。坐在副驾驶座上的那名保镖大胆的扭头看着车后座的大少爷和战浩宇，他壮着胆子说道：“大少爷，你为了战三少爷男扮女装，我们是看不过眼，但这是大少爷的选择。大少爷无所谓，我们也不能说什么呀。大少爷明明是个男人，我们几个都跟在大少爷身边7、8年了。大少爷是男人是女人，我们还看不出来。”乔涵不接话，战浩宇则是笑道：“是，你们大少爷是为了我男扮女装的，他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反正他和乔涵都不介意的。乔涵就是想不到自己恢复了女人的身份，大家反而觉得他是为了战浩宇男扮女装，可见他扮男人扮得多成功，多深入人心了。司机和那名保镖才松了口气啊。就是吗？大少爷分明就是个男人，如今因为和战三少爷成为了一对同性恋人，为了战三少爷男扮女装，那是小情侣之间的情趣，那他们看不过眼也只能看着。但要是说大少爷原是个女人，岂不说明他们个个都是眼瞎的？自己跟着的老板是男人是女人，跟了7、8年都不知道，这眼瞎的不能再眼瞎了。保镖松口气的样子让乔涵有点哭笑不得，他以为自己恢复女人身份会让大家震惊不已，没想到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为了战浩宇男扮女装的呀。看来他要开始留长发了。等到他长发及腰时，大家应该就会相信了吧？不，到时候别人又说他为了战浩宇留的长发，说他是瘦的那个，因为爱着战浩宇。战浩宇想他扮成女人，他就扮女人，就会说他爱战浩宇爱得太深。算了，管别人怎么想吧，就他向来都不在乎别人怎么想的。反正他说了他是女人的真相，大家爱信不信吧。到了办宴会的主家，那栋大别墅里里外外都停满了各种种样的豪车，这别墅大门也敞开着，就有人在别墅大门口负责着指挥贵客们停车，那里面也有人负责接待招呼今晚过来参加宴会的宾客。连乔涵都赏脸出席的宴会，说明今晚的宴会办得大，前来出席的人也都是江城有头有脸的人物。办宴会的主家在江城更有着很高的地位，否则乔涵不会赏脸的。乔大少爷那常用的那辆迈巴赫，那江城上流社会的人都熟悉得很。看到乔涵的车子驶过来，门口的人连忙迎过来，然后指挥着司机将车子驶入别墅里。哇，里面还有停车位。那先来的那些宾客们成群的聚在一起谈天说地，他们或在华丽的主屋大厅，或者在院落里灯光照的院子里如同白昼。主家听到乔涵来了，连忙带着家人迎过来。谁知道他们看到战浩宇下车后，快速地绕过车身，来到了车子的另一边，然后车门打开，从车上下来的人是个高贵冷艳的女人吧。她身材高挑，却不像别人那样挽着发或者披着长发，她的头发很短，像男人的那样短。她下车的时候，大家也看到了她身落在地上的脚，脚上穿的是皮鞋，并非是这贵妇人千金小姐们常穿的高跟鞋。战浩宇对那个高贵冷艳的女人体贴入微，战浩宇这是移情变恋了，最终恢复正常。
不再喜欢乔少，而是喜欢了一个女人。等那个高贵冷艳的女人抬头时，大家惊吓不已，有些人因为吃惊的太过，端在手里的酒杯都松了手，酒杯掉落，酒水溅满地。一时间听到很多酒杯掉落在地上的声响。那个高贵冷艳的女人赫然是乔少。乔少啊，江城多少千金小姐的梦中情郎，被战浩宇厚着脸皮纠缠不休，最后乔少抵挡不住战三少爷的激烈纠缠，最终和战三少爷在一起了。两个人成了一对公开性的同性恋人，就多少人都能经常看到战浩宇讨好、体贴、宠溺着乔少的情景。哇，没想到啊，战浩宇竟然还有本事，说服了乔少男扮女装呀！主家看清楚后也是傻了眼，不过他们很快反应过来，很快就神色不变地迎上前去。战浩宇和乔少已经是一对儿，哪怕他们是一对同性恋，但两家的长辈都没有意见，没有任何的阻拦。他们这些外人看不惯又能如何？这也是人家的自由。管乔少扮女人也好，战三少爷扮女人也罢，那都是他们的自由。战总、乔少，主家姓唐，唐老年过80了，身体还很硬朗，还活跃在江城商界，在江城的商界还是挺有威望的。否则他们唐家办宴会，乔涵也不会赏脸过来。唐老，两人都礼貌地向唐老问好。唐老笑着，乔少、战总，屋里请。他请着两人进屋。对于乔涵穿着女装的样子，唐老不作一词。唐家的其他人没有唐老这么好的定力，时不时就看着乔涵。他们觉得乔涵扮成女人的样子，比男装更加的迷人。应该说是乔少的俊美有点偏阴柔，乔少平时就是冷漠严肃，才中和了他的阴柔邪美。那当乔少换上了女装，扮成个女人，让人生出一种错觉，觉得这才是乔少本来的面貌。乔少应该是个女人才适合，虽说扮作女人，乔少依旧冷冰冰的，还是迷死人不偿命呀。战浩宇握着乔涵的一边手，两个人十指紧扣，在唐家人的带领下走向华丽的主屋。院子里所有人都看着他们，等到一行人进了主屋，众人回过神来，那真是乔少吗？我没有看花眼吧？有位千金小姐揉了揉眼睛，说到乔少扮成女人更加的美艳动人，他这是半个女人不给我们活路，是个男人时也是我们征服不了的。乔少就那么喜欢战家的三少爷，竟然为了战三少爷甘愿男扮女装，扮得还那么像。话说回来，乔少穿着晚礼服的样子美极了，那身晚礼服套在他身上，如同为他量身定做的一般。乔少扮成女人与战三少爷走在一起，才是真正的郎才女貌，天设地造的一对儿呀。两个大男人相恋就够那啥的了，乔少居然扮女人啊，那可是我的男神呀！我的男神被战家三少爷毁了个干干净净，我恨死战家三少爷了。爱慕过乔涵的千金小姐们，是呀，战浩宇毁了他们的男神。曾经的乔少多帅呀！哇，那冷冰冰的样子酷呆了。如今呢，扮成女人，虽说高贵冷艳，却让爱慕过乔涵的千金小姐们恨得牙痒痒的。乔少会不会啊？本来就是个女人。有位太太忽然说道，她一言如同石破惊天，震得众人都刷刷地看向她。那位太太被吓了一跳，慌忙说道：我就是猜测的，胡乱猜测的。乔少扮成女人，没有一点违和感，我才会那样猜测的。众人啊，你看我，我看你，会是那样吗？乔少原本就是个女人，过去是女扮男装，还是现在男扮女装？大家都被乔涵搞糊涂了，却没有一个人敢去问个清楚明白。就有些人和乔家关系挺好的，有乔董夫妻俩的联系方式，便打电话给乔董或者乔太太，
谁知道乔董夫妻俩的手机都关机了，大家联系不上乔董夫妻。被唐老迎进主屋里的乔涵呢，优雅地坐了下来。唐老的儿媳妇唐太太老是看着乔涵，数次欲言又止的。那唐太太和乔太太算是熟识的，一起打过牌，逛过街，吃过饭，有点交情。阿姨，你想对我说什么，直说无妨。乔涵看出了唐太太有话想说，主动问了出口，免得唐太太老是盯着他看，想说又不说的。那唐老都看向了儿媳妇，唐太太不好意思地说道：“没，我就是觉得乔少这套晚礼服挺好看的，是战三少爷送给乔少的吗？哎，在哪里定做的？改天我也去定做2套啊。”战浩宇笑着：“不是我送的，是阿姨买给阿涵的，她给乔涵送过女装，乔涵不收，后来才勉强穿了1次给他看，但衣服依旧不收的。知道乔涵不收，他也就不再给乔涵送女装。乔涵今晚要穿女装出席宴会，也没有提前告诉他，他压根儿不知情。若是早知道，他绝对会提前给乔涵送去几套更加漂亮的晚礼服。乔涵今晚穿的这套晚礼服好看是好看，太保守了，连后背都没有露一点，不像其他千金小姐的晚礼服那样会露个肩露个背的。就唐太太乔太买的，他还以为是战浩宇送给乔涵的呢。唐家人也像别人那样猜测着，乔涵穿女装是为了战浩宇，是战浩宇让他男扮女装的。是的，是我妈买的，我说我今晚要穿女装，让我妈帮我买套晚礼服，我妈就给我买了这套礼服。阿姨，我穿上了礼服是不是很好看？乔涵含笑地问着唐太太。唐太太，好看是好看，但是乔涵呀，你是个男人，穿着礼服难不难的？女不女的，这阿姨和你妈算是熟识的，看到你这样子，阿姨无法做到视而不见。她看了战浩宇2眼，说道：“你和战三少爷的事，你爸妈都尊重你的决定，我们只是外人，不好说什么。只是你这样子，阿姨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觉得不好吧。”乔涵敛了敛笑，说道：“阿姨，我说我是个女孩子，你信吗？就是我一直以来都是个女孩子，不过是平时喜欢中性打扮，让大家误会我就是个男人。”想了想后，乔涵补充一句：“不是大家的误会，是我误导了大家。以往我总是说我是乔家的大少爷，误导了大家。其实我是乔家的千金，我和我弟乔轩是龙凤胎。我是觉得当个男人轻松自由的，做任何事都不用担心被人戴着有色眼镜看着。”乔涵说了什么？说她原本就是个女孩子，不过是喜欢扮男人，所以乔家大少爷的身份自居，误导了大家。其实啊，他是他，不是乔少，是乔小姐。唐家人怀疑他们听错了，唐太太更是目瞪口呆。她身边的那位年轻姑娘，是唐家的千金，曾经爱慕过乔涵的。她的表情也不比唐太太好到哪里去。